大家好，我是邱平。前段时间我们在山西看到了好几座18层地狱，里面的刑罚是非常恐怖的。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淮安的一座府衙，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里面呢也保存了很多恐怖的刑罚，像我们在影视剧里面听到或者看到的凌迟，还有剥皮萱草、满清10大酷刑，在这里呢都有。你像我们熟知的窦娥冤案也是发生在这里。我在查资料的时候了解到，说是有心脏病、有恐惧症的人就不要来这个地方。从这里呢也可以得出那些刑罚是非常恐怖的。那现在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一座衙门叫做淮安府署，是封建社会的知府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它是建于明朝洪武3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到现在差不多6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是全国仅存的2座府署之一，占地面积呢大概是5万余平方米。原本的房屋是有51栋，600多间房屋，当然现在没有了。一来到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和我们之前在山西看到那些衙门都是类似其实基本上衙门都是一样的。前面看到有一个石牌坊，然后两边呢我们称之为东西配殿，实际的话就是对应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朝廷有的户部、礼部、吏部、工部、刑部、工部等等，就是朝廷有什么部门在下面呢，一样是对照的。看到的第一个建筑呢是戒石坊，一般在衙门里面都有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公生明，它是春秋时期思想家荀子所写的，意思是说只有公平公正才能明察秋毫、明辨是非。意思就是说，你作为这里的县令也好、知府也好，就一定要公平公正。在这边呢还有8支10宫灯，寓意呢是正大光明之意。这个吏科我们得来看一下，因为非常重要。在中央的话称之为吏部，特别是在明朝时期，吏部尚书还被称之为天官呢。你像在山西晋城那边还有一个明朝吏部尚书的官宅，现在还能参观呢。在晋城那一块有很多这种以前官员的豪宅，非常大。比较典型的是皇城相府，还有一个是部章府，很多。这边展示了一些官员的服装，这感觉有点像是王爷的服装呢。4爪，皇帝是5爪，那很有可能是亲王的服装这是清朝的饰品帽子，一般是冬天穿的，这个被称之为暖帽，这我们在很多影视剧中看过了。清朝的官员帽子呢，有这种圆形的，还有那种像锅盖一样的。前方就是大堂，这是整个府衙里面建筑群的中心，宽度达到27米多，高度呢也有10几米。这个建筑应该是经过重新整修的。在山西很多大堂呢，我们能够看到金代的或者是元代的。正堂是知府发布政令、日常办公，以及呢举办庆典活动、举行重大典礼和公开审理大案要案、接听圣旨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柱子不是很大，应该是这座大堂后期经过修复复建的，而原本的柱子应该在这里。看到没有，非常巨大呀！整体这个石头直径的话差不多1米，单单是这个柱子可能有80公分。因为这个大堂是始建于洪武时期，包括整个这个衙门都是朱元璋时期那个建立的，后面呢是损毁了，又重新复建了一次。可能当时找不到那么大的柱子，就弄了小一点的。现在来到了里面了，当时知府就是在前面升堂的，他坐在那里，原告和被告呢就是跪在这个下面，两边呢是那种衙役。在顶部有个匾额，写的是忠爱，这是朱熹写的，意思是说要忠君，要爱国。我们经常说的敲锣打鼓，在这里能够看到了，这是开道锣。
敲几声，代表这个官员是极品。我们区分这个官员的等级，一个是服装，胸前的补服，还有这个开道锣，以及呢轿子的颜色。就像这个轿子，官员是坐在里面，那我们不知道他是极品，就通过他这个轿子的颜色以及那个锣声，就能确定这是极品官员来了。还有呢，我们说的八抬大轿，轿子抬轿的人数也是这个官员等级的一种体现，它两个是搭配一起的嘛，颜色跟抬轿的人数，这在封建社会都是有明文规定的。在旁边有个桌子，这应该是记录员坐的位置，在这一边记事。师爷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师爷不是正规的编制，他不能出现在大堂里面。如果有什么事，他可以和县太爷知府在里面商量，不能来到正式场合。刚才我们说这个正堂是重新修建的，有一个导游在这里介绍说，是清朝咸丰年间这个大堂被烧毁了，后面在原址上重建了。那等于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咸丰时期弄的。在旁边一栋房屋复原了知府大人审案的场景。一开始我们说窦娥冤案就发生在这个府衙里面，估计展示的就是这一个。我们走了那么多衙门，很少看到有这种实景展示啊，这就是审案的场景。堂上坐的是4品知府，站的是6品通判，2位官员。下面这个是在拷问这位女子，是一种刑罚呀，假手，这个在很多影视剧看过了，非常痛苦啊。我们自己如果十指交叉用力往下按的话都非常痛苦，何况是这种夹具使劲拉，看着都有点恐怖啊。这衙役还在拼命的拉呢。我猜想当时的窦娥冤案，窦娥肯定是受到这种惩罚的。在封建社会，女子受到的惩罚肯定会有这一项的。在大堂审理案件的时候，这个知府他是根据犯人所犯的事情来确定哪种刑罚。现在我们去看一下那些残酷的封建刑罚。你像我们前方看到的这个非常明显了，砍头的，很多影视剧也演绎过。在封建社会，砍头有2种，一种呢是这种工具，另外呢是那种刽子手。那这个可能就是人躺在这里，而不是趴在这里，那个铡刀落下来，靠这个把绳子一松，铡刀就掉下来了。这边还写了，铡刀下面是不能站人的。旁边还有囚车，游街示众，犯人是站在这个上面，或者说押赴刑场也是站在这个上面。前方那栋建筑呢，有点恐怖啊。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听到的剥皮宣草，就是在这里面发生的，这是真实存在的，它叫做皮场庙。在明朝初年规定啊，这个州府县里面呢一定要弄庙，一般是用来祭祀土地的。后面呢又规定这些官员如果贪污60两以上，就要剥皮宣草，是在这里执行的。所以说这就叫皮场庙，有点恐怖啊。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就是一张完整的人皮，当然这是为了展示仿造的。这一名刽子手正在剥人皮，这种刑罚呢有2种方式。他首先呢是枭首示众，等于是砍头，然后呢从脊柱下刀，把背部直接扒开来，然后一点点分离出来，这等于人皮就弄下来了。另外一种呢是将人埋在土中，在头顶开个十字口，灌入水泥，利用水泥的重力将皮肤与肌肉完全分离开来。明朝的开国大将蓝玉就是被朱元璋以谋反罪剥皮。听起来是不是非常恐怖啊？确实是如此。那剥皮宣草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把皮剥下来，然后在里面填中草，
放到大堂旁边以儆效尤。反正听着都吓人。它这个刀是有多种的，有大一点的，也有小一点的。我站在这里看的时候，有一位女游客过来，她看了一下，立马就走了。她说这个太恐怖了，吓一跳，不敢看。在古代封建社会，想出这种刑罚的人，总感觉心里有点不健康，有点变态一样。在对面还有一个反思室，那这里呢，相当于是针对那些有身份的人、有功名的人，比方说秀才、举人，或者是这些官吏，还有地方的乡绅，在审判他们之前，就先来到这个地方，不能关到监狱里面去。等判决之后，再把他们送到该送去的地方。你像这个塑像就是官员，等于呢，他也是违反了法律了，暂时收押在这里。刚才看到剥皮萱草很恐怖，那在前方呢，还有一些恐怖的刑具。这边有一些动画展，我们先看一下，等一下再看一下真实的刑具。这就是板子庭杖，就是说在大堂那里判决之后，马上就可以打了。或者我们看影视剧，宫廷里面太监会执行庭杖，这个也是很恐怖的刑罚。别看是打屁股啊，很容易把人打没的。特别是那些庭杖的人手艺好的话，他打10杖下去可以把人打死，打10杖下去这个人也可以完好无损，就看他的方式、他的手段了。第二个呢是带枷行走，这个也很恐怖啊。这人要行走是非常困难的，头完全是夹住了。第三个是铁针插指，就把铁针插到手指，我们说十指连心，这个是非常痛苦的。这是充军发配，也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说是让你活了一命，但实际来讲，充军发配的人能够到达目的地是非常少的。你看，带着枷，脖子手靠在一起了，脚上呢还有一个铁锤脚链，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下面全是铁钉，脖子和这个柱子捆绑了，把人的眼睛绑住，让他在四周转，等于是站在铁钉上行走，这很痛苦的。现在来里面看一下实体的。第一展示在这一块，这都是一些实景展示啊。首先看到的是第一种刑罚，叫做倒吊坠石，就把人绑住双脚吊在上面，手也捆住，关键是下面还放了一个大的石头，那等于是人一直在拉伸，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是拉伸痛苦，还有一个呢头部充血，关键是下面还点了火，一直往外熏，这有点像烤一样，这是很恐怖的。你想人绑在上面1-2分钟都受不了，何况是下面还加了一个石头，旁边有个老虎凳，这都是非常残酷的惩罚。人先是坐在凳子上面捆好，那这边呢它会增加砖头，让人悬空起来，这样的话弄不好呢会把脚弄断，还有那个腰是受不了的。这都是折磨人的手段呢。在旁边也是有几种恐怖的刑罚，特别是第一个是大名鼎鼎的人质啊，这里叫做黄金满贯。吕后把那个女的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就做成了人质了。它的过程是把手脚都砍掉，把舌头割掉，把眼睛挖掉，然后呢把这个人放在缸里面，最后是倒入粪便，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感染。听到这个都觉得恶心、恐怖、痛苦。中间这个叫做烧鹅掌，下面有火，上面是个大缸，等于是人站在里面烤脚，这里呢称呼为烧鹅掌。这边叫做象筒，
就人可能缩在里面，头在这里，手呢在这一块出来，手出来的话就这样往下砸，很有可能是这样啊。这都是比较恐怖的刑罚。这墙壁上的刑具就很好理解了，我们拿一个下来，就是这样把手固定住，是封建社会的手铐。它手上可以，脚上也可以，脚上我们就称之为脚链了。旁边是第二展示，哇，吓我一跳啊！刚进来就看到一个灯，表面看起来呢是比较漂亮，实际是有点恐怖啊。它是由人骨组成的灯笼，它是由一根根骨头组成的。这个灯看起来是比较简单，实际呢是用了36个男人、36个女人的骨头拼接而成，是不是很吓人？这个也是啊，这应该是腿骨吧。如果在古代那种监狱里面放一个这样的灯，晚上再点个灯，这就太吓人了。这里站着一个人，叫做过肩龙，名字是挺好听的，实际也是非常恐怖的。主要是这一个是用金属做成的一根导管，非常导热。那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如果说要处罚一个人，就把烧烫的开水或者是那种融化的锡或者热油倒进这个管道里面，那这个人身上就会血肉模糊啊，这是很残酷的，等于是直接拿那个100度的开水或者是那种100度上千度的锡往身上浇一样，它是从上到下全部都有啊，肩膀、胸前、肚子、大腿、小腿。这种刑罚估计每个人都受不了，非常痛苦的。你像我们平时做饭就被油溅到，或者开水稍微碰到一下都会疼得哇哇叫，那何况这个是一直放在人身上，想想都觉得可怕。前方看到的也是一个家，叫做3人连家，相当于是针对团伙作案的，就3个人站在这里，把它合起来，一起做刑罚，一起站在一个地方。这还有个囚车，人是要蹲在这个里面的，头伸出来，过来之后又是比较恐怖的了。这里是叫做金瓜，当然这个不是真的，应该是塑料什么弄的。这几种是针对眼睛、鼻子、耳朵的，我们说的挖眼睛、割鼻子、割耳朵这些，用一个词形容恐怖，没有其他的词语。这是铡刀，刚才我们说了，砍头也有多种方式，吊的，还有这种往下压的，还有人工，这个就称之为刽子手。在影视剧里经常看到割头示众，这就是展示了，把头颅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吊在城门口。这些是躯干刑具，针对人身上的狼牙棒、斧头。这斧头大家很好理解了，砍东西的；狼牙棒敲打的。下面呢是鞭子，我们说的鞭刑。这边是上肢刑具，前方那个夹手指的，真的是十指连心，非常痛苦啊。针对手指的有多种，一种是这种夹具，还有呢是那种铁钉，弄指甲的。刚才是夹，前方都是压，前方就是弄指甲的铁钉、竹签、细针等等，就是把铁钉、竹签插到指甲和肉中间，这个是非常疼痛的。这是钉板，全部是钉子，就是让人滚过去，痛苦程度就不用讲了。再过来看到的是凌迟，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听到的，要凌迟处死，也叫做千刀万剐。那这个呢，就是工具。这应该算起来是最残酷的一种刑罚，因为凌迟处死，它好像是要用这个刀具割你身上的肉，割几千刀，要割几天才完成。那等于这个犯人是吧，要忍受剧痛。
在割的过程中是不能让你死亡的，割完才让你死亡。你说恐不恐怖？按照记载，明朝大太监刘钦就是受到凌迟这种刑罚，好像是割了3000多刀，最后才死亡。这一块展示的也是非常恐怖的。烙铁，把这个烤乐放到人的身体上面，那皮肤呢就会出现很多孔，和我们刚才看的过肩龙有点类似，反正就是高温弄到人的身体上面。痛苦就不用说了，反正这些刑罚没有一样不痛苦的。第二展示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也是非常恐怖的，经常说烤全羊，而这里呢是烤人，下面是火，那人呢站在这个炉子里面，想想都觉得吓人呢。这都是封建社会存在的刑罚。现在我们去第3展示看一下有什么。第1、第2都非常恐怖，第3也估计同样是如此。这一眼望去，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是什么，实际的话也是非常恐怖的。下面全是煤炭，就是点了火。中间我们看到这个是木头，实际的话在以前是铜的，就是让犯人走在烧红的铜上面，那脚肯定是非常痛苦的。那一不小心或者脚受不了，就会掉到这个火里面，下场大家肯定是知道了，可想而知啊。这种刑罚很早啊，在商朝就有了，奴隶制时代。现在看到了这种刑罚和刚才青铜是一样的，一个铜柱下面也在点火，那越来越烫，人绑在上面，这个结局可想而知了。他的背和手都在这个铜柱上面，可以说是血淋淋的，就相当于人直接靠在烧红的铁或铜上面。这边有一个五马分尸，这应该是封建社会早期的。据说商鞅最后就是被五马分尸车裂而死，好像这种刑罚是商鞅改革时期确定出来的。这个刑罚叫做二龙吐须，听起来是很好听，实际可不是如此啊。他是先将犯人饿了7天，然后被狱卒灌了满满一肚子的面条，随之呢把它倒吊起来，那大家就可以想得出来了，他整个东西就会往脑子里那涌，面条可能就会从鼻腔里面出来，随之呢就死于窒息。这些刑罚真的是有点变态呀，我也只是拍了其中的一部分，有一些呢我感觉太过分了，我就没有拍。这些刑罚有一些是在满清10大酷刑里面，有一些呢比满清10大酷刑都更恐怖更过分，里面呢有一些是专门针对女子的，那个夹手的还有弄指甲的基本上都是针对女子。在其他地方还能看到那种木驴也是针对女子的，这就是木驴，基本上算是针对女子的一种刑具，上面有很多铁钉，这个让人坐上去，后果大家都知道了。这是其中一种木驴，还有另外一种木驴，这是另外一种木驴，也是专门针对女子的，具体的话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在山西好几个衙门看到了，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滚钉，大部分呢也是针对女子的，其他大部分基本男女都通用了。其实这些刑罚呀，每一种呢都算是极尽的侮辱，其过程可以说是让人生不如死。反正这些刑罚真的是太瘆人了，看完让人害怕。反正我在这里参观的时候，很多人看到都直摇头，都说害怕，赶快走，不看了。这些适合大白天的时候参观，如果稍微天气不好有点阴暗的话，看这些感觉更瘆人。那这些古代的刑罚我们就看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